大家好，今天10月1号，昨天晚上美国披露的 PCE 物价指数是不及预期，算是一个利空，但是比特币价格却没有大跌，因为上一次 CPI 公布的时候不及预期，比特币是从$23,000当天跌了10%。不然今天的视频要跟大家联想一下，这个位置物价指数的利空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隐形的利好？怎么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联系起来？有没有可能美国卷入战争以后，比特币才有可能出大反响，或者是历史上战争爆发的时候，一般华尔街的走势是怎么走的？等下也要跟大家聊一下。包括昨天晚上它这个上影线，有可能也是受到自比特币历史最高位$69,000连到那一个前面的$48,000的这一条终极趋势线，它这个位置过不去。那过不去，昨天晚上这个上影线，等下也要跟大家聊一下。它里面的一些指标的形态还算是健康的形态，有可能压回来，是不是再蓄势？要不要突破这一条趋势压力线啊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N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 OK 跟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，不用认证啊。那么来到盘面嘛，价格还是在$19,400附近。至于昨天这一个上影线，其实这条趋势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历史最高位的69000到这个48000，上一次是在美国 CPI 公布的时候，这个高点没有过，然后上一次这个位置又插着又没有过。其实最近的整个 K 线形态我已经讲了几天，我们不要去观察它的上影线、下影线、上影线、下影线，你就尽量看实体，实体的重心前几天已经是慢慢的在走高。然后今天的话，重心是有一点下移啊，有一点下移，有可能也是这个位置趋势压力。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昨天这一个小时，当时 PCE 物价出来的时候，这边是有再压了一次，但是后面是上去啊，上去这个压力线过不去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就是我们尽量看实体，感觉这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小型的上升趋势，而且是它连续3天的下影线的低点也是不断在垫高。那昨天晚上这个下影线的低点就是这个利空。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预测值是在6.0，但是公布的一个最终值是在6.2，这也是说明整个美国的通胀目前还是有一点高企啊，压不下来。包括上一次的这一个 CPI inflation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的一个预测值是在8.1，但是它最终值公布的是在8.3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一点是全球的交易员都知道。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它是印了多少钱不知道。就整个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看到的一个现象是，从疫情爆发以后，20年3月份4万亿美金资产负债表一直飙升到现在，好像还是在9万亿附近啊，接近9万亿。现在是整个通胀那么高，加息是最好的一个控制通胀的一个手法，但是他又在不断的向俄罗斯跟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，就是不断的在印钱，或者是不断的在输送物资。我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无赖啊。其实加密货币这个市场，比特币也好，或者其他币种也罢，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摆脱政府印钞的权力过度集中。这么大的一个无赖，一边是要在那边看通胀，一边又不断的在输送物资或者印钞。不断的在那边提供军事援助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昨天也是有看到一则新闻，就德国联邦议院官网，德国联邦议院是当地时间在9月28号投票，拒绝了就是向乌克兰增加军事援助的提案。那现在其实市场可能已经反映了，最近为什么利空不断，但是比特币价格就是不跌，有可能就是市场发现啊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啊。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我们尽量买的话持有未来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刚刚想跟大家讲的，就是历史上有没有可能，就是说美国卷入战争以后，比特币有可能才会出反响。当年在1941年的时候，当时欧洲战场就是德国跟那个英国或者是法国打的时候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美国最终是怎么卷入战争的？它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候，是在1941年的12月份左右啊。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个位置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后面美股跌下去，最终是一波大牛市啊。就是因为你如果是战争不断的在那边打的情况下，它会不断的就是说需要战略物资，
那现在比特币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是战争继续打下去，或者是这一次的北溪事件有没有可能把美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？如果真的爆发的时候，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不排除比特币有没有可能。很多人是讲他要去15000，当然我也接受有可能真的会下去我估计也是一个大机会。现在其实市场也是有发现啊，通胀压不下去，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抵抗通胀、抵抗那个货币超级印发、乱印发的一个恶果。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短线啊，短线4个小时，其实我感觉量价很漂亮。就昨天在涨的时候，它这边是有量，那压回来有可能就是这个趋势线过不去，可能还要再蓄势。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 MACD 指标，其实昨天不宜过这个高点，过高点的话马上背离，就类似我昨天给大家那一个20800。我最担心的就是短线，如果它把这个高位给过的话，是不是要去这个20800？那短期这个 MACD 指标马上会形成一个背离有可能就是一个短线的空点，只是针对短线，但是我中线跟长线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反正尽量往上看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留图。